江家小少爷江彦真是天生坏种，他哄骗妹妹去他家玩，随后将她从20楼残忍抛下，妹妹粉身碎骨，他却拍手笑着说只是为了好玩，因为年纪尚小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江彦之仅仅接受了3天的心理疏导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江家人搬走，开启了新生活，只有妹妹永远消失在了那个夏天。8年后，我转到了他所在的高中，此时的江彦之是学校里的混世魔王，霸凌、逃课、酗酒、抽烟无恶不作。他以为校霸够令人闻风丧胆了，却不知我是地狱来的恶鬼。大家好，我叫苏清梦，转学过来那天，班里的同学看着我窃窃私语，哇，她好漂亮啊，我们班来了一个大美女，真的好漂亮，我还以为是女明星呢，转学生比班花还好看啊，她才配得上江彦之吧，男帅女靓，够养眼。同学口中的江彦之也抬眸看了我一眼，眼皮抬起，瞳孔骤缩，像是食肉动物看到猎物一样兴奋。惊喜吗？江彦之，我花了8年时间收集了你的全部资料，精心把自己培养成你喜欢的样子，你一定要好好享受这场盛宴。放学后，我又遇到了江彦之，他在小巷子里霸凌一个男生，一杯牛奶淅淅沥沥浇在了那男生的脸上，修长的手指狠狠拽住他的头发，跟你借个火势给你长脸，我们的好班长装什么呢？他想抽烟，便让班长给他打火机，班长作为好学生，自然拿不出来，便遭到了无情的羞辱。眼见的江彦之已经准备挥起拳头了，我突然靠近拿过他的烟放在指尖，因为我的手上抹了特殊材质，所以一个摩擦便起了火，随后我将烟放入口中，动作格外熟练。江彦之冷笑一声，这烟是我的，我没说话，只是又帮他点了一根，递到他唇边。江彦之眸子里的兴趣更浓啊，你看起来很清新脱俗嘛，没想到这动作倒是熟练，他喜欢清纯不染尘埃的女孩，亲手带着他们的堕落。他喜欢看着他们眼底的光寸寸熄灭，我用小白花的外表型极具反差之势，轻而易举勾起了他的兴致。我用鞋跟碰了碰坐在地上的班长，声音温柔干净，语气却充满蛊惑，快滚吧，下次记得随身带个打火机。江彦之看了看我的脚尖，忍不住挑眉，你这是在奖励他？我转身凑近江彦之，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脸，江少爷，我喜欢你，能不能求你也奖励奖励我，让我做一回校霸的女人？江彦之说道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喜欢，我就是喜欢从别的女生手里抢人，抛开道德的感觉让我兴奋。这句话我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了无数次，声音语调来着每一根头发丝都摆成了他喜欢的样子。江彦之先是愣了1秒，随后眼底迸发出浓烈的兴奋和狂喜，他几乎是难以控制的把我摁在墙上。苏清梦，你真是个天生的变态。我挑起他的下巴，喜欢吗？江彦之点点头，就想吻上来，我伸出食指抵住他的唇，继续拱火，玩点刺激的，喊我想吧，我想要竞技的快感。江彦之的眼神迷离了起来，这是他彻底上钩的信号。江彦之大概想不到，他和我不是初次相遇。8年前，江彦之推倒黎明孕妇，导致孕妇流产，为了躲避风头，江家短暂的搬到了我们这个普通小区。他不仅不知收敛，反而更加为我独尊。有些年纪小的孩子，走着走着就会被他绊倒，摔得头破血流。江家权势滔天，威逼利用虎的受害者有口难言。那时妹妹才2岁多，走路还不太稳，我每天就牵着小小的她在小花园里散步。她走着走着，身子一个踉跄，扑到我腿上，奶声奶气喊一声姐姐，我便不忍心逼她，将她抱在了怀里。那段时间我们遇到过江彦之几次，我知道他的脾气遇到了边绕开，直到一次江彦之发了无名火，跑到我面前质问我为什么绕着他走，还在我的膝盖上狠狠踢了一脚，我疼得龇牙咧嘴，而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忍了下来，也没有告诉父母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伤害我的家人。事情发生在一个平静的下午，我带着妹妹在树下放风筝，一个不留神，风筝卡在树上，我让妹妹坐在树影下，自己爬上树去拿风筝。我拿着风筝下来时，妹妹已经不见了，耳边传来的尖叫声，有人坠楼了。监控显示是江彦之抱走了妹妹，进了电梯，又从20层出来，随后妹妹被从20层楼上扔了下来。新闻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，某市19岁男孩残忍地将2岁女童从20层扔下，孩子颅内出血，抢救无效，不治身亡。可是最终出于对未成年的保护，江彦之没有受到任何处罚。那天过后，江家再次搬走了，他们权势滔天，轻而易举掩盖了过往的罪孽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而我的家庭支离破碎，母亲日日以泪洗面，父亲染上了酗酒的恶习，身体状况被况愈下，不久后撒手人寰，滔天恨意，暮冲云霄，6月飞雪，天地同悲。复仇前的准备时间是整整8年，江家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作为未来的继承人，江彦之自小便是无法无天的。一个女生刚脱干净的被他踩脏，女生啧了一声，便被人拖进洗手间，在她的整条裤子上涂满红墨水。她过生日时想要人形蛋糕，便把鸡蛋牛奶倒在同学头上，用蜡烛点燃同学的头发，还命令他唱生日歌。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姓名，在高高在上的贵族眼里算不了什么，区区蝼蚁，只有顺从的资格。那天过后，全校都知道江彦之甩了班花和我在一起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班花大发雷霆，把我桌上的东西扔了满地。贱人，你居然敢和我抢男人！江彦之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确实有钱有势，出手阔绰。跟着他的这段时间，班花没少狐假虎威。我转头看向江彦之，而他还起手臂靠着门框，好整以暇的看着我。
仿佛我不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只是供他取乐的玩物。我笑道不介意我对你前女友动手吧？江燕之挑眉，请便。班花纷纷不平看向我，一个巴掌就挥了上来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？我握住他的手臂，干脆利落的回了一巴掌。他捂着脸，不可置信的看向我，你居然敢打我？和江燕之在一起这段时间，他作威作福，跟着搞笑人霸凌，没少欺负别人，以至于分手后还不习惯，还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他转。我拿出了一个 U 盘，以色侍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前段时间你欺负同学的证据都在这里，我今天早上来上学之前已经找媒体曝光了，恐怕郭会校长就要找你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果然有交付处的人来唤他，班花脸色一白，转学过来之前我就拍好了照片，昨天和江燕之分开后，我也没有闲着，以江燕之新女友的身份去找了几个受害者，拿到了更多证据，最终班花被劝退处理。虽然江燕之家代业大，我只能徐徐图之，但班花和我一样，也是普通家庭。和江燕之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，他体验到了高高在上的快感，虚荣心使他挥刀向无辜弱小的同类。江燕之走上前勾住我的肩膀，气性还挺大，我的手指从胸口一路向下滑，最后扯住他的腰带。我占有欲强，只要想到他曾经拥有过你，我就嫉妒到发狂，让他退学都算便宜他了。那么看来，我今晚要好好补偿你下午吃醋的小女朋友了。当晚，我让江燕之躺在盛碗红酒的浴缸里，我靠在她身侧，伸出舌尖，轻轻舔舐那沾染了她气息的红酒，从她的锁骨到喉结，再到耳垂，最后我猛地勾住她的脖子，将她的脸摁进红酒里，我们在窒息中拥吻，抵死缠绵，她的心跳加快，眼神涣散，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感。江燕之对我的变态玩法很满意，她也越来越喜欢我了，但这也不代表我在她心里能占据一席之地，唯一就只是一个玩物。比如今日，他带着我在酒吧包厢和朋友玩时，提到自己是独生子，是未来江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一个女生好奇地问道：江少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吗？江燕之笑着说道：女的不算家里人。说着，他转头看向我，青梦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个女生也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希冀，似乎希望我以江燕之女朋友的身份，为她那个可怜的姐姐说几句话。她的姐姐江初瑶确实可怜，并且和江燕之机缘很深。江母早逝，江府思想古板，重男轻女，尽管江初瑶能力出众，却依旧如履薄冰。这些年来，江燕之每次在外面闯了祸，都是江初瑶出面收拾烂摊子，包括当年我妹妹惨死，江燕之脱罪后得意不已，还跑来我们家叫嚣，是江初瑶于心不忍，悄悄赚了一笔钱。江父发现后，还给了他一个耳光，我宁愿花更多的钱雇佣打手，把这家人打到闭嘴，也不愿意给他们1毛钱。你把这群不要脸的人胃口都惯大了。江燕之也很生气，觉得江初瑶让自己很没面子，于是把江初瑶最喜欢的小猫活生生掐死，放进了江初瑶的枕头里。江初瑶被吓到高烧不退，险些成傻子。如今江燕之这么问我，摆明了是想看看我的态度，而我则露出不屑的笑。江少不喜欢他，那他必然不是好人，这种人算什么家人？他一个女人，现在吃的用的还不都是花的江少的钱？依我看，没把他赶出去都便宜他了。我漫不经心的喝了一口酒，说出的话就像一个狗腿子。江燕之对我的话非常满意，揽过我的腰宣布，我是他所有女朋友里最令他满意的一个。一开始那女生试图说些什么，抿了抿唇，最后还是咽了回去。仅仅过了没几天，江燕之和姐姐之间的战火又被点燃，她将能砸的东西砸了一地。江初瑶这个贱人，真当自己是我姐姐，就该让我爸赶紧找我老光棍，给她嫁出去，省得天天在我面前碍一眼。我一边给她按摩肩膀，一边询问，怎么了这是？她又惹你生气了？江燕之说道，我爸说公司开展的新项目发展很好，打算挂上我的名字，让公司里的员工熟悉我，并且带我去今年的商业宴会上露个脸，为我以后的人生铺路。可是江初瑶那个贱人居然和我爸说，我不学无术，名声不好，如果这个项目负责人的名头真的挂了我，其他企业会拒绝合作。我笑道，江氏集团的继承人又不是他，咸吃萝卜淡操心什么？说到底就是嫉妒你爸了。江燕只点点头，我爸怕他心里不平衡，还让他负责这个项目，只是挂的负责人必须是我，就这他还不满意，居然说什么自己不想白打工，都是一家人还斤斤计较，果然女人就是不能惯着。想到之前江燕之还说过女的不算家里人，我便忍不住扑哧一笑。江燕之瞬间炸毛，你笑什么？我捏了捏他的肩膀，尽力安抚道，我笑你的姐姐真是贪得无厌，记得以前课文学过，今日歌舞成，明日歌诗成，然后得一夕安寝，岂是四境，而秦宾幼稚矣。然则诸侯之地有限，抱秦之欲无厌，奉之弥反，亲之欲急，故不战而强弱胜负一判矣。至于颠覆，理固怡然。古人云，一滴是秦，有抱薪救火，心不尽，火不灭。此言得之。燕之，你姐姐这么贪心，可不能继续惯着她了，我看啊，得给她点惩罚，叫她搞清楚自己的地位才行。江燕之眸子里话归似兴趣，哦，我说江初瑶到底是一个女人，你想想，女人的弱点在哪？可不就在她的身体和名节吗？你以弟弟的身份约她出来，实际上啊，咱们找个有脏病的男人，一不做二不休。江燕之得意极了，狠狠亲了我一口。素清梦，你这个女人心够狠，我可太喜欢你了。她当场给江初瑶发消息，诚知道自己以前玩世不恭，浪费光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希望姐姐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好好提点她，让她能迷途知返。大概是对这个弟弟还抱于私幻想，江初瑶同意了，甚至对于弟弟约自己在酒店套房见面都没有多想。江燕之解释道，总统套房里面很大，有很多房间，会议室自然也有，
江初瑶不会想到咱们要做什么的，等到时候江初瑶染上病了，咱们再把她的病例放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女人是个什么货色。但那时候因为有荣门风，我爸一定会赶快把她嫁出去，我再打点一下，最后能让她被婚内家暴致死最好。我露出一个恶毒的笑容，有脏病的男人就让我去找吧，我手里可正好有现成的。那男人只认钱，身强力壮，制服江初瑶绰绰有余。江燕之对我很信任，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叫我第二天傍晚把人带到酒店，还给了我一笔钱打点那个男人。因为足够信任我，所以我点开他的手机，查看江初瑶联系方式时，他也没有阻拦。我以江燕之女朋友的身份加上了江初瑶的好友，江初瑶通过了。而我提出希望他第二天早一点到酒店，我有些事情想和他聊一聊。次日下午4点，江初瑶坐在了我面前，她长得很漂亮，一双眼睛温柔缱绻，格外灵动有神，只是眸子里满是憔悴，病如西子，惹人怜惜。我放出了手机的录音，看着她的脸色变了又变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江燕之的亲姐姐，没想到江燕之居然可以如此恶毒。江初瑶，放弃江燕之吧，你还当他是弟弟，可他想让你死。江初瑶的声音冷得不像话，你和他不是一伙的吗？是你给他出的主意。怎么，接下来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呢？门铃声响起，我找的男人进了房间，我看着满脸防备的江初瑶，不用担心，我并不想和江燕之同流合污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不会伤害你，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戏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其实就是想变相保护你，不让江燕之出气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如果让他用自己的手段伤害你，那你就真的有危险了。我要走了，你们在这里单板3小时再走。江初瑶，你明天去医院挂个号，一定要骗过江燕之，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。江初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郑重点头。次日，我接到了江燕之报喜的电话，昨天晚上江初瑶回来的时候，衣衫不整，发型凌乱，一看就是出去乱搞了。今天上午还去了医院，咱们的计划成功了。我甜甜一笑，恭喜你，得偿所愿，律师其灭亡，避嫌使其疯狂。现在的江燕之被捧得越高，摔下来时便越疼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江燕之便笑不出来了。在江氏集团新项目的研讨会上，合作方指名道姓只和江初瑶小姐一人合作，至于江燕之，她的能力人品都太过差劲，对方表示宁愿取消项目，也不想和她有丝毫接触。而那个本该得了脏病郁寡欢的江初瑶却高调出席，坦然接受所有人的夸奖，她的风评越好，就越是把这个废物弟弟称得一文不值。那一日，我见到了江燕之前所未有的暴怒，这群蠢货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因为对方也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，他不能像平时一样报复，故而更加疯狂。他将肉眼可见的一切硬物都扔到地上，听着哐当哐当的声音，似乎在宣泄自己的怒气。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没人敢上前，只有我鼓起勇气走上前。燕之冷静点。愤怒下的江燕之并没有给我面子，他对着我的肩膀狠狠一推，我的后背撞在了墙上，一股钝痛蔓延全身。我揉了揉肩膀，深吸一口气，强撑出一丝笑容。离荒，我有办法。我试试他的朋友们离开，走上前和他同仇敌忾。我以为发生了那种事，江初瑶瑶躲着不敢见人了，没想到他的心理素质比我想的好不少。我看他估计他是想把那件事瞒住呢，那咱们就把他捅出去，反正有病例在，也不怕他不认账，到时候合作方知道了，哪里还会觉得你风评不好呢？在我的柔声抚慰下，江燕之的怒火稍有缓和，他揉了揉我刚刚撞在墙上的后背，像一个受悔恨的家暴者一样询问疼吗？我勾起唇角，很疼呢，不过这也刺激了我的感官，让我更兴奋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嗜好就是这么独特，既然追求刺激，当然要贯彻到底。我确实兴奋，想到江燕之终于要跳进了我的圈套里，我就兴奋到发狂。江福最终为了利益考虑，还是让江初瑶负责了这个新项目。为了庆祝上市，江福举办了私人晚宴，邀请了所有友好企业参加。宴会当天，江燕之带我一起去了，其奢华程度令我叹为观止。该死之人在这里纸醉金迷，无辜者已命丧黄泉，气氛深入，觥筹交错。宴会进行到了高潮，我和江燕之互换了一个颜色，把一个 U 盘塞进了他手里。随后我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拿起一杯酒，缓缓倒了一地。江燕之，这杯算我敬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初瑶，很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江氏集团的晚宴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新产品。江初瑶一袭白色鱼尾裙，端庄高雅，站在大屏幕前，轻轻按下了一个键。然而大屏幕上并没有如期显示新产品的宣传海报，而是江初瑶进入酒店的背影。江燕之跳上台，拿起话筒嘲笑道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，江家大小及江初瑶对外宣布自己是单身，实际上私生活混乱，只知道乱搞。台下传来窃窃私语，江父的脸色也变得很不好看。江燕之，你给我下来。江初瑶的病历上可还白纸黑字写着呢。话音未落，只听啪一声，一巴掌声在了江燕之脸上。江燕之刚想发作，就听见江初瑶质的有声道，抱歉，让大家看了笑话，这是我弟弟。他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污蔑，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明辨是非之人。江燕之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江父狠狠拽了下来。江燕之最愚蠢的地方便在于，他以为自己对付了江初瑶，可同时也让其他人看了笑话。江家同气连枝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他暗地里怎么欺负江初瑶，江父都不介意，但是摆在明面上，那丢人的就是整个江家。趁着江父和江燕之争执的间隙，江初瑶报了警，如果不报警，那么无论他今天怎么解释，谣言都会传出去。江父想不了了之，让他蒙受冤屈，可他偏要把事情闹大。果不其然，警察来了以后，江父怒不可遏，觉得这双儿女令他无比丢人，
却又不好当着警察的面发作。江初瑶再次举起话筒，和警察一起解释清楚了这件事。我那天去酒店只是工作原因，找个地方暂时歇脚。至于我弟弟说的病历，便在我手上，我已经投屏到了大屏幕上，大家可以自行观看。我前些日子确实去过医院，但我是去看了眼科，因为劳累过度，所以眼睛发干，仅此而已，是为我的弟弟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恶毒，用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污蔑我。好在在座各位皆是行业翘楚，并不会听风就是雨。江燕之傻了眼，甚至一时间都想不起来找我麻烦。这里所有人都不简单，一眼便看穿了江燕之的把戏。几个想象力丰富的年轻女孩小声议论道，这江家可真有意思，在上演什么豪门恩怨吗？真没想到这江燕之这么狠心，连亲姐姐都算计。早就听说江家二少人品低劣，今日一看还真是这样，给女孩子造谎谣的人能是食妖好东西。江父不愧是混迹商场多年的老油条，听着他们议论纷纷，当场决定弃车保帅，先是好生安抚了一通江初瑶，随后又和警察一起狠狠教训了江嫣之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江嫣之的尊严被摁在地上狠狠摩擦，她目眦欲裂，瞳孔几乎要被仇恨的火焰燃烧殆尽。江父溺爱了江嫣之多年，早就把江嫣之培养成了目无尊长自以为是的性子，最终却反噬了自己，反噬了整个江家。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，在相同圈子的人面前丢了脸以后，为了修补那可笑的自尊心，江燕之开始发疯似的霸凌那些不如自己的普通同学。这段时间的江燕之就像一只随时处在暴露状态下的野兽，无缘无故便会发狂，令同学们苦不堪言。可是啊，野兽再凶猛，终究要被人类驯服，关进牢笼，限制自由，砍断利枣，拔掉牙齿。班里一个名叫陈妙的女孩，长得和那天宴会上一个窃窃私语的富家千金有几分相似，因此便被江燕之当成了替身，施以疯狂的报复。陈妙的父亲去世的早，母亲是下岗工人，他不敢惹事，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，而他的忍气吞声，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欺辱。终于有一天，在莫名其妙被泼了一身的泥水以后，陈妙鼓起勇气问江燕之，你为什么要欺负我？江燕之冷笑，我讨厌你这张脸，令我恶心。看到陈妙的脸，就让他想起被羞辱的那个晚上，仿佛只要陈妙消失，他那些不堪的过往也能一定消失。所谓的校霸，不过是个徒有其表，欺软怕硬的纸老虎。江燕之唯独对我一人态度还算好。陈妙将求助的眼神放在我身上，我则是假装没看见，转身投入江燕之的怀抱。燕之，我饿了，咱们别理他了，去吃饭吧。江燕之点点头，狠狠瞪了陈妙一眼，今天先放过你，你下次要是还敢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，你还是一样的下场。当晚，陈妙不堪受辱，晚自习上到一半，忽然冲到走廊上，一跃而下。学校本想将事情压下，只叫了救护车送陈妙去医院，而我在无人的角落，第一时间报了警。经过抢救，陈妙很快苏醒，当着警察和媒体记者的面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气体连连控诉着江燕之的罪行。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，只是因为他看我不顺眼，就一直欺负我。他还说他讨厌我这张脸，叫我不准出现在他眼前。我家里条件不好，根本没有办法转学，我不可避免还是要和他打照面。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去死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很多受过欺负的同学纷纷站出来控诉江燕之的行径。校园欺凌、未成年犯罪本就是大家关注的话题，媒体将此事报道了出去，全网铺天盖地全是对陈妙的同情和对江燕之的唾弃。江燕之被网友的指责下成了缩头乌龟，躲在家里不出来，江府又嫌丢脸，也不愿意出面。为了不让江氏集团的市值继续蒸发，江初瑶不得不再一次站出来，亲自道歉，支付赔偿，并且主动提出将程妙转到别的学校。处理完这一切后，江初瑶心力交瘁，正准备回去时，却见我站在医院的角落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谈谈嘛。江初瑶走到我面前，苏清梦，我很好奇，这会不会又是你的手笔？在确保他身上没有录音设备后，我带着江初瑶来到了医院顶楼，顶楼风很大，吹起了江初瑶的头发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却也看得出他身心俱疲。我打听过陈妙的信息，她虽然家庭条件不好，但是一直很努力，也很坚强，这样的女生不会轻易被打倒，她很珍爱生命。我并不觉得她会走上轻生这条路，恐怕你会出现在医院里，并不是巧合。苏清梦，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你的安排？我不再伪装，点了点头。江初瑶继续说道，另外，陈妙虽跳楼了，但楼层不高，只受了轻伤，也就是说，你并不是想伤害陈妙，你真正的目标是我弟弟江燕之，对不对？我笑了起来，笑得浑身颤抖，近乎发狂。当然，你说的全都对。晚宴过后，江燕之本就深陷舆论，若是这时候再整出什么幺娄子，只会让江父对他更失望。而他还有1个半月就要成年了，现在正是替那些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们发声的最好时机。我找到陈妙，希望他配合我出演这场戏。他们班的教室在3楼，走廊下面是草坪，多浇点水使泥土松软，跳下去或许会受伤，但绝不会致死。我给了陈妙一笔钱，告诉他这是让江燕之受到惩罚的唯一机会，事成之后，即使江家不负责，我也一定会将他转到其他学校。有了这笔钱，他的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。陈妙一开始有些迟疑，他只想小心翼翼忍着，一直忍到高考就可以解脱了。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招惹江燕之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妹妹，于是我开口劝他，陈妙，你也有一个妹妹，对吧？那似乎是他的软肋。提到妹妹，陈妙立刻瞪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我。陈妙，你希望你妹妹上了高中以后，也遇到一个江燕之，也遭受和你一样的欺凌吗？
霸凌者之所以如此猖狂，便是因为他们几乎得不到惩罚，没有先例，我们便创造先例。只有江燕之受到了惩罚，让那些千千万万的霸凌者看到，他们才会有所顾虑，才不敢再欺负别人。陈妙与其安于现状，但是任人宰割，倒不如赌一把，赌他江燕之会万劫不复。大概和他守护妹妹的心重合了，陈妙最终对我说动了，这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一切。你说我弟弟最喜欢的女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如果你好好跟着他，以后嫁入豪门不是问题。我的思绪飘飘忽忽回到了从前，江燕之霸凌过的人不止陈妙一个，我也想让他付出代价。江初摇头，苏清梦，你太天真了，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皮肤和大树，你以为网友的几句唾骂就能让江燕之吃苦头吗？哪怕只差1个半月，他到底是未成年，只能从轻处理，更何况陈妙只受了轻伤，也缺少充分的证据证明江燕支持陈妙跳楼的直接原因。我爸又有心保他，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他被学校记个处分，他回家休息个1年半载的，这件事就会被人们淡忘了。我握住江初瑶的手，仅凭我一人确实不够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。江初瑶皱眉，那是我弟弟，我为什么要帮着你对付自己人？我说到2年前，江氏集团遭遇危机，濒临倒闭，是你没日没夜的拉投资找合作，陪着投资方喝酒，直到胃出血，是你加班加点赶通告，千辛万苦才把江氏救活。可是在为你开设的庆功宴上，你的父亲却当中宣布江燕之是江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一时间你颜面扫地，成了议论的焦点。江初瑶，你甘心吗？江初瑶的语气软了下去，那他也是我弟弟，是我的家人。你不害怕啊？我把你做的这些事都告诉他吗？我笑道，若是没有十足的底气，我怎么敢找你谈条件？这2年，你看似退居2线，全心全意辅佐江嫣之，可实际上，你一直在暗暗培养自己的势力，你有野心，有欲望，你根本不甘心。江初瑶一愣，你调查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摇了摇头，不重要。江初瑶，他这种人算什么弟弟？真的等到他全面接手江氏，一定不会放过你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这一刻，2个有着共同敌人的女人达成了共识，那是他的血亲，也是我的恋人。江初瑶生死熟虑过后，最终握住了我的手。学校不敢开除江燕之，但迫于舆论压力，还是给他记了停学处分。江父向媒体保证，会将江燕之关禁闭，让他好好反省，暂时不会让他回学校欺负同学了。在江父面前，江初瑶语重心长地给了他许多心理暗示，燕之真是不中用，他不是被养废了，将来我们江家100年基业交到他手上，父亲怎么能放心呢？江父也对江燕之失望透顶，同时对江初瑶这个从未正眼瞧过的女儿越发满意。为了暂避风头，江燕之无法出门，只能天天在江家别墅里转悠。江父每日一早就和江初瑶一起去了公司，只留他和佣人们在家。他起先觉得这样也挺舒服，都是自家的佣人，只能对他唯命是从，他依旧可以无法无天。可是没过几天，他便笑不出来了。他发现自己一直在被边缘化。江父和江初瑶下班回来后，还会一起讨论工作内容，而那些专业术语，他一个字也听不懂。即使有心学习，江父似乎也根本不想教他，不耐烦的态度，就像在面对一个不懂装懂的白痴。江父似乎已经要放弃他了，这令江燕之十分惶恐。除此之外，家里的佣人似乎也很会见风使舵，照顾江燕之时也是越来越不用心，不是冷嘲热讽阴阳怪气，就是把他的命令当耳旁风。江燕之从未受过这种冷落，可是又打不过那些人高马大的园丁厨师，只能在家无能狂怒，而他们面对江初瑶时，却完全换了一副态度，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。极大的反差让江燕之产生了危机感，他意识到家里的这些人恐怕都是江初瑶的亲信，明明自己才是江氏集团继承人未来的江家家主，可是江初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势力，而自己却孤立无援。一次他听见了几个女仆闲聊，江燕之真烦啊，我一点也不想伺候他了，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，天天耀武扬威。这江家的钱权都是大小杰赚的，给我们发工资的也是大小杰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就是他呀，就是一条可怜虫，他都没意识到吗？江董现在都不怎么搭理他了，听说好像是计划要改立大小杰为继承人了。江燕之的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。在日复一日的言语诱导和心理暗示下，江燕之开始患得患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无论之前闯了多大的祸，江家都能给他兜底。可是如果失去江家继承人这个身份，后果他甚至想都不敢想。于是他的脾气越来越差，整天在江父面前叫嚣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不会被放弃。可他越是这样，江父对他就越是厌烦。直到这一日，我去江家见他时，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子。曾经意气风发的他，此刻行销骨立，像一块干透了的黄土，轻轻一碰就能粉身碎骨。江燕之死死握住我的水，脸上显满了不安，像一位缺水的鱼。清梦，我爸他好像想把江家交给江初瑶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主意最多了，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。我把一份文件塞到了他手里。胭脂，你可听过帝王无情，古代皇子为了皇位可以逼宫，那么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江氏这么大一个企业，自然不可能完全干净，这里面是你父亲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你不用去揭发，这样对你也没好处，但是用它威胁一下你父亲还是可以的，同时也能让你父亲看到你的野心和能力，对吧？我的语气循循善诱，充满蛊惑的味道。你也说了，女孩子不算家里人，所以她的产业本来就该是你一个人的，是她在霸占着属于你的东西。她一把年纪了，也到了该把权力交给你的时候了，别有心理负担，是她不能在先，岂能怪你不依？在我的蛊惑下，江燕之缓缓接过了这份文件。
你说的对，江氏集团本来就是我的，只是他霸占着属于我的东西而已。我笑了笑，离开了江家。这份资料自然是江初瑶给我的，他不会让江燕之去揭发江父，只要他威胁，只是可惜，威胁过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揭发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江初瑶的消息，江燕之被禁足了，不是像之前一样还可以在江家庄园里活动，而是被江父关进了一个独立套房，一天3餐由佣人送进去，真正意义上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，同时还没收了烟酒以及一切电子设备。江燕之连打发时间的途径都没有了。虽然是自己的亲儿子，但大挪用公款的罪名，江父也绝不愿意承担。刀子捅到自己身上，他终于察觉到了疼。江燕之被关了起来，彻底疯狂，将满屋子能砸的东西砸了一地。可是日子一天天过来，江父却始终没有心软，他依旧一直被关着。江父利用这段时间补齐了之前挪用的公款，同时他特别希望江燕之可以长点教训，不要再给自己惹事了。在江燕之承受不住无聊寂寞，即将再一次发疯时，我又出现了。趁着江父不在，我来到江家，江初瑶让人打开了江燕之的房门。他最近情绪很不稳定，送餐的厨师都被他打伤了好几个，你小心一点。我点点头，不入虎穴，燕的胡子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开门吧。江初瑶打开了门，狠狠把我推进去。江燕之，你这个小情人还挺忠心啊，在门口寻死觅活，非要见你一样。也行，那就让他陪你一起做苦命鸳鸯吧，省得你无聊。说着，江初瑶用轻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大笑着锁上门离去。江燕之坐在角落里，像一汪死水。随后他站起身，缓缓朝我走来。他会关禁闭，是因我而起。我以为他会找我算账，我开口刚想解释，他却忽然握住了我的手臂，发出滴滴的呜咽声，滚烫的泪珠滴在我的手上。他长而浓密的睫毛上挂着金银的泪珠，精致小巧的鼻尖微微冲动了几下，整个人就像一只被抛弃的小兽，死死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我明白了，刚被关进来时，江燕之是恨我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在这一刻，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，他已经离不开我了。我抱住江燕之，双手轻抚她的后背，别害怕，我在呢。抱歉，是我来晚了，没关系，一切还有机会，我陪你东山再起。说着，我想抽出手臂，江燕之却死死抓住我，好像生怕我跑了一样。我笑了笑，摸摸她的头，我不会走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带给你的礼物。我从包里拿出一瓶酒，我联系不上你，猜到你的手机可能被没收了，我索性来了好几次，可他们都不让我见你。我想着，估计他们连酒也不让你喝，我就给你带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那种，我都记着呢。江燕之死死抱住我，贪婪地闻着我发丝之间的味道。青梦，你真好，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真正爱我，会坚定不移地选择我的人。等我以后接手了江家，我们立刻就结婚，我要你把你宠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笑了笑，倒了一杯酒，递到他面前，是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唯一的目标都是你。今晚我们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江燕之和我干杯，将烈酒一饮而尽，而酒里加了少许致幻剂。他的眼神逐渐迷离起来，双手搭上我的肩膀。青梦，我好热。我靠在他耳边，胭脂，你爱我吗？爱。他已然意乱情迷，我满意的点点头。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你的人，你父亲一直只把你打成工具，他一直让你不高兴。江燕之的脸颊滚烫，却还是用力点的点头。我继续说道，他根本不爱你，就是因为他的存在，才导致我们现在没法在一起。江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他凭什么把你的东西给江初瑶？江燕之的眼神隐横了起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开始重复我的话。你说的对，他和江初瑶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，他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这老不死的东西！我靠在他身上，继续拱火。胭脂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希望你能天天开心，让你不开心的人都应该去死，你说对不对？江初瑶和江府推开门时，江燕之正过紧双拳，脸上满是仇恨。那老不死的玩意，我迟早把他和江初瑶那个贱人都弄死。这江家本来就该是我的。江父瞬间脸色大变，他怒火中烧，上前狠狠给了江燕之一脚。你这个逆子！江燕之被猛地一踹，顿时就醒了，可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刚才说过了什么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就是江父莫名其妙踹自己，多日积攒的怒气在这一刻爆发，他冲上去和江父扭打在一起。江初瑶见状，赶紧把我拽出来，用足够亮江父听到的声音，大声指责我，把我拽了出来。你这个外人还在这待着干嘛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江燕之年轻气盛，又借着酒劲，很快便把江府揍趴下了。最后还是江初瑶眼疾手快，和几个佣人一起把江府拽了出来，把江燕之重新关了回去。无人的书房内，江府老泪纵横，江初瑶也泣不成声。以前以为胭脂只是玩裂了血，没想到他竟如此自私自利，还想要我们的命。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江府摇了摇头，眼神空洞，甚至无奈。江初瑶说道，爸，送胭脂出国吧，她毕竟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也不能囚禁她一辈子，不如让她出国，我们每个月给她足够的生活费，让她再也别回国了。江府的手指动了动，似乎在纠结。我知道你不舍得，毕竟胭脂是我们江氏唯一的继承人，但是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若是继续维持现状，只怕胭脂会更加疯狂，伤害到父亲宁儿。父亲还年轻，现在再培养一个新的继承人，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江父迟疑了很久，最后一声叹息，点头同意了。他虽然你爱自己的儿子，但终归更爱自己。就这样，江燕之要出国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，江燕之拼命反抗，状若疯魔，却还是被强行绑上了飞机。他一直到最后一刻，还在拼命喊着我的名字，亲梦救我。可笑的是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还把我当成他的救世主。
江燕之最终还是坐上了江初瑶安排的私人飞机，飞到了异国他乡。行驶到一半时，飞机突然停了下来，降落在一个岛屿上。江燕之疑惑地下了飞机，还顾四周，问驾驶员这里是哪？但是驾驶员不理他，只是默默关上了舱门。江燕之吓了一跳，转身拼命拍打着舱门，你在干什么？让我进去！回应他的只有飞机的轰鸣声。眼见的飞机即将起飞，江燕之吓坏了，为了不被撞到，只得后退躲在了树后，远远看着飞机飞走。他被一个人留在了岛上，江燕之吓得浑身颤抖。为了生存，他鼓起勇气朝树林深处走去，却忽然被人一闷棍子打晕在地。在醒来时，他看到了我，苏清梦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江燕之就是再蠢，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里是哪里？是你抓我来的。我悠悠道我不叫苏清梦，其实我的真实姓名叫苏千月，我还有个妹妹叫苏千瑜。江燕之一脸茫然，根本想不起来那个当年新闻报道里出现了好几次的苏千瑜。8年前，你把我妹妹从20层扔了下去，只是因为觉得好玩。江燕质望着我，脸上有惊恐，还有愤怒。所以你想要报复我是吗？你这贱人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我可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要是敢伤害我，我让你和你那个便宜妹妹一样，不得好死！我摇了摇头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江氏集团的继承人是江初瑶啊，就在昨天江董事长锒铛入狱，现在江氏唯一的主心骨就是江家大小姐江初瑶。至于你，你只是一个出身贫苦，和采石场签了卖身契，要在这里劳作一辈子的苦民工人而已啊！我指了指不远处一群正在劳作的采石工人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是一个秘密采石场，位于无人管理的公海地区，也是你最后的归宿。当年你因为未成年而脱罪，所以我特意趁着今天你满18岁这一天，把你送来这里。惊喜吗，燕之？哦对了，我还要顺便祝你生日快乐，恭喜你又长大了1岁。贱人，亏我那么爱你！江音之挣扎着冲上来，想要打我，可是他的脚被镣铐穿得牢牢的，猛地往前，反而把自己摔倒在了地上。白皙的脸颊上有几道血痕，精致的五官也被采石场的灰土遮盖。现在的江燕之哪里还有一丝一毫曾经江家小少爷的潇洒风姿？江初瑶与我合作，他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联系到了这个采石场，又将驾驶员换成自己的人，悄无声息把江燕之送到了这里。我提前打点过了采石场的工人们，江燕之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8年过去了，曾经无法无天的小少爷沦为欺凌的对象，我想让他去死，又怕妹妹在阴曹地府，也不愿意看见他，因此我要将燕之日复一日清醒的体验被霸凌的痛苦。要以彼治道还是彼身？最后的最后，他绝望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不应该是最幸福情侣的标配吗？我能掌控别人的生死，说明我站在金字塔顶端，我宁亏天下不负你，满心满眼只宠你，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这样吗？我摇摇头，你十恶不赦，坏事做尽，难道仅仅因为你对我好，就代表你是一个好人吗？我只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转过身，拼着江燕之的嚎叫，心底却是无比平静。妹妹，大仇得报，你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愿你今晚的小美梦全都完结。